大家觉得今年的金球奖会是谁的呢？是姆巴佩、拉菲尼亚，还是刚刚带领巴黎捧起欧冠的奥斯曼、邓贝莱？如果你看过这个赛季他在法甲和欧冠的表现，心中或许已经有了答案。法甲金靴，欧冠8球入驻，这些数据背后是他一次次撕裂防线的速度，是他用双脚创造出的奇迹。他拥有一名顶级边锋应具备的一切能力：双足均衡、爆发速度、细腻盘带，还有越发成熟的终结能力。但如果把时间倒回到他在巴萨的日子，很少有人会把邓贝莱和金球奖放在同一个句子里。此时的他被频繁的伤病困住，被质疑声淹没，甚至一度被视为巴萨的耻辱。从年少成名到诺坎普翻车，再到巴黎王者归来，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奥斯曼·邓贝莱的故事。邓贝莱出生在法国西北部的福农，一座宁静的小城，这里聚集了不少来自西非的移民家庭。他的父母也在上世纪移民潮来到了法国，扎根生活。他第一次接触到足球时，就深深爱上了这项运动，经常和朋友们在街头踢球。父母看出了他的热情和天赋，在他6岁时，便把他送到了当地的社区青训营。在那里，他训练了5年。12岁那一年，他进入了位于邻近城市的埃弗勒俱乐部青训。这家俱乐部以青训体系闻名，是许多法国球员的启蒙之地。邓贝莱在那里不仅接受了正规的训练，还开始接触室内5人制足球。这段经历大大的训练了他的控球能力和反应能力。在埃弗勒的训练场上，邓贝莱开始被法国多家职业俱乐部的球探注意。卡昂和雷阿弗尔这2家离他家很近的俱乐部都希望将他签下。但真正让他心动的是一支来自更远以及更有潜力的球队——法甲的俱乐部雷恩。雷恩拥有法国顶级的青训系统，邓贝莱知道去那里能让他变得更出色。但问题是，雷恩距离他的家有2个半小时的车程，远比另外2家俱乐部要远得多。就在全家犹豫之际，雷恩开出了关键的承诺，他们将为邓贝莱量身打造一套成长计划。这份诚意打动了邓贝莱，也打动了他的母亲，这位家庭中最有决断力的人。他不惜放弃现有的生活，带着年幼的儿子一起搬到雷恩，亲自照顾他的饮食起居，全力支持他的足球之路。在雷恩青训的培养下，邓贝莱17岁就被提拔到了预备队，并迅速地崭露头角。在那个赛季，他出场18次，打进13球，其中还有1场比赛上演了帽子戏法。他的表现让教练组和俱乐部高层非常的开心。仅仅1年后，他就被晋升到一线队，开始和成年球员一起训练。就在这一年，他还以18岁的年纪入选了法国 U21 国家队。邓贝莱的名字第一次在法国媒体上频繁出现，这一切也引来了国外豪门的关注。阿森纳、曼城、切尔西、热刺、英超这4支球队的球探都现身雷恩的训练场。当时有传言称，这些俱乐部愿意花200万欧元将这位天才的小将带走。但与此同时，雷恩俱乐部的态度却让邓贝莱心生不满。尽管他已经在一线队训练，却迟迟没有收到职业合同的正式邀约。在他看来，这是一种不信任。他说：“我用表现赢下了一切，却换不来1张合同。”他开始动摇了，甚至一度拒绝雷恩后来递上的合同草案。这场风波很快就引发了媒体的关注，有评论说他太过自负，也有人说他只是太急于证明自己。关键时刻站出来的是他一直以来最坚定的支持者，他的母亲。他耐心地劝他冷静下来，也提醒他离开不一定代表更好，而大俱乐部并不会给年轻球员太多的容错空间。邓贝莱冷静下来后，开始重新审视这次机会。后来他坦言说：“那时我还不是职业球员，只是在一线队训练。如果去了那些俱乐部，我很可能很久才能获得比赛机会。
但我想进步，就必须不断上场。最终，他做出了一个明智的决定。在2015年10月，登贝莱正式与雷恩签下了为期3年的职业合同，开启了自己的发角生涯。而这个决定也为他日后震惊足坛的爆发埋下了伏笔。在法甲第一个赛季，登贝莱一开始只是替补登场，但他很快就用进球证明了自己，赢得了主教练的信任，逐渐锁定了首发。真正让他爆发的是一场对阵南特的比赛。那天，他在上半场就完成了帽子戏法，以及超远距离的任意球破门，一次冷静晃过后卫的单刀进球，每一球都展示了他超龄的天赋。这场比赛之后，他不仅赢得了全国的关注，也成为雷恩历史上最年轻完成帽子戏法的球员之一。但这并非昙花一现，整个赛季他为雷恩出场了26场，其中22场是首发，打进12球，送出5次助攻。一个18岁的球员能交出这样的成绩单，几乎让人想起今天的亚马尔。赛季结束后，转会市场迅速沸腾，曼联、拜仁、切尔西、多特蒙德，甚至巴塞罗那都加入了争夺战。但登贝莱并不盲目，他和家人担心，像巴萨这些豪门，虽然名气更大，却可能将他租借出去，或者雪藏在替补席上。相比之下，多特蒙德给出承诺更加明确，他将是战术体系的主力核心，拥有稳定的出场时间和成长空间。多特也不是第一次这样做，从香川真司到莱万多夫斯基，从奥巴梅扬到格策，这支球队一直是年轻球员的黄金跳板。更重要的是，多特没有其他豪门那样的商业压力，也没有铺天盖地的媒体干扰。在登贝莱看来，这样的环境才是最适合自己继续成长的土壤。这次选择也延续他一直的坚持原则，要成长就必须长期比赛。于是2016年夏天，多特蒙德以2000万欧元的转会费正式签下登贝莱。他即将迎来德甲生涯的起点，也是职业生涯第一个高光爆发点。加盟多特蒙德后，登贝莱没有丝毫适应期。图赫尔将他安排在右路自由活动，给了他最大的发挥空间。从第一场比赛开始，登贝莱就展现出一种不可预测的边路威胁。他可以用右脚内切破门，也可以左脚传中助攻，节奏变化极快，防不胜防。赛季中，他与奥巴梅扬和罗伊斯组成的三叉戟，成为德甲最具威胁的进攻组合之一。登贝莱不断撕破防线，为队友送出一次次精准传球。在那个赛季，他在各项赛事出场了49场，打进10球，并送出了20次的助攻。不仅成为球队的助攻王，更在德国杯决赛中助攻奥巴梅扬打入制胜球，帮助球队击败法兰克福，夺得冠军。这场比赛之后，登贝莱在多特的名字被彻底钉在了下一个超级巨星的名单上。媒体开始疯狂吹捧，西班牙世界体育报甚至用第二个内马尔来形容他。在德国另一边的西班牙，巴塞罗那已经悄然出手，他们刚刚失去了内马尔，现在急需要一个能和内马尔类型很像的球员来填补空缺，他们盯上的就是登贝莱。于是俱乐部迅速联系了多特蒙德展开谈判。此时的巴萨资金充裕，时间却很紧迫，态度也更强势，他们想用钱直接砸出结果。但问题是，多特并不想放人，他们不喜欢这种失去球星后强买的方式，也不想登贝莱只待1个赛季就离开。在多特的设想里，登贝莱应该再效力1-2年，为球队真正的做出贡献。谈判很快就陷入僵局，这是多特可以接受的结果，但却让登贝莱极度的不满。对他来说，多特从一开始就只是一个跳板，他来到这里的目的就是为了证明自己，然后迈向更大的舞台。现在巴萨开出首发主力位置加上高额转会费的诚意，但多特却一口回绝，这让他感到不被尊重，也被束缚。于是他做出了一个最极端的决定：罢训。他突然失联，拒绝与俱乐部的任何人联系，甚至不出现在训练场。
媒体用失踪来形容他的状态，而多特最终宣布将他在队内的所有活动都暂停。这场风波持续了整整3周，双方压力不断加剧，最终都做出了让步。巴萨同意支付总价 1.4 亿欧元的天价转会费，成功的将登贝莱签下，这是当时足坛第2高的转会纪录，仅次于内马尔。但这是一笔仓促、昂贵，但也充满赌注的交易。他们没有时间做系统的规划，也没有为登贝莱明确设计战术的定位。但在巴萨看来，他们买的不是现在登贝莱，而是未来的内马尔。一切都看上走上了正轨，但谁也没想到，这笔交易的代价远不止那 1.4 亿欧元那么简单。顶着1元先生头衔加盟巴塞罗那，登贝莱一度被视为接替内马尔的关键拼图，球迷们满怀期待，但现实却泼了一盆冷水。仅仅代表巴萨出场第2场比赛，他便因伤提前离场。检查结果显示大腿后侧肌肉撕裂，需要伤停4个月。复出后不久，他又在几周内再次受伤，这次又缺席了1个月。整个17到18赛季，他断断续续代表巴萨出场了25场比赛，贡献了5球7助。虽然随队拿下了西甲和国王杯的双冠，但他的表现距离1元的身价显然差距非常的大。原本要替代内马尔的他，反而成了媒体口中的笑柄。不过在第2个赛季，也就是18到19赛季，情况略微有了好转。那年他的伤病减少，出场了41次，交出13球8助攻的成绩，重新赢得了俱乐部的信任，也再次随队获得了西甲冠军。但是好景不长，19到20赛季第1轮西甲比赛，登贝莱再次受伤，缺席1个月，复出不到2个月又一次拉伤，再次缺席了2个月。最致命的一次是他在恢复训练的过程中又再次严重受伤，直接赛季报销。这不是普通的身体问题，而是一种持续性的伤病恶性循环。反复的受伤让他状态起伏非常的大，也逐渐失去了主教练的信任。而这一切的背后，巴萨医疗与康复管理的问题也被推上了风口浪尖。有媒体指出，登贝莱在巴萨康复计划缺乏系统的训练支持，训练与医疗部门协调混乱，多次仓促的复出成为伤病反复的催化剂。不仅如此，法国国家队队内也开始对他感到担忧，队医团队甚至建议他在赛季结束后进行肌肉重建类的治疗，并对巴萨处理方式表示质疑。连续不断的伤病不仅影响了登贝莱的身体，更摧毁了他的信心。尽管在哈维手下短暂恢复过状态，但登贝莱最终还是明白，这里终究不是属于他的舞台。在巴塞罗那的6年里，他确实有过高光的时刻，一度成为西甲的助攻王，也在边路有非常好的表现。但伤病和不稳定始终困扰着他，也逐渐消耗了俱乐部对他的信任。管理层最终达成共识，如果有球队愿意激活他的合同条款，巴萨不会再挽留。为了吸引买家，巴塞罗那在2022年续约时设下了一个隐藏条款，只要在2023年7月内启动离队程序，任何俱乐部都可以以5000万欧元的实现买断价带走他，而一旦进入8月，这个价格就会自动恢复成1亿欧元。巴黎圣日耳曼没有错过这次机会，他们在7月底迅速达成协议，并在解约条款到期前完成了激活，最终以5040万的欧元的价格成功签下了登贝莱。这是一场体面的分手，也是一笔双方都能接受的交易。对巴萨来说，这笔转会费缓解了财政压力，也为年轻的亚马尔腾出了边路的位置。而对巴黎来说，他们用半价签下了一位技术顶尖、爆点十足的世界级边锋。登贝莱离开诺坎普，带着遗憾，也带着重新证明自己的渴望，前往新的舞台。加盟巴黎的第1个赛季，登贝莱表现中规中矩，更多是扮演姆巴佩身边的辅助角色。但到了第2个赛季，他最终迎来了爆发。姆巴佩的离开让他从喂饼的人变成了吃饼的人。24到25赛季，他在法甲出场了29场，打进了21球，荣获了法甲金靴，并帮助球队拿下法甲冠军和法国杯冠军。在欧冠赛场，他贡献了8球6助，带领巴黎一路杀进决赛，并最终帮助球队夺得历史上首座欧冠奖杯，成就3冠王。这个赛季，他不再是配角，
他回应了所有的质疑，也让黑粉哑口无言。因为数据不会说谎，他表现无需辩解，他用实力赢得了掌声，用进球写下了答案。他不再是谁的替代品，他就是邓贝莱。以上就是邓贝莱的故事。如果视频让你更加了解他，请点赞、分享和订阅。你的订阅对我很重要，因为会鼓励我继续把视频做下去，非常的感谢。那这里是节目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，拜拜。